狐狸猫约了小树蛙一起去新开的王美饮料店，点了他们的招牌饮料。那是一杯店家说纯天然，但是又五颜六色的饮料，不同颜色喝起来的味道都不一样，有的比较酸，有的比较甜。这时狐狸猫说要将饮料搅一搅，却遭阻止。小树蛙说道：漂亮的饮料就是要分层喝，每一层的味道都不一样，有的比较酸，有的比较甜。狐狸猫疑惑，这就是做出完美饮料的秘诀吗？接着狐狸猫询问小树蛙是否知道怎么调配饮料。小树蛙解释，漂亮的饮料跟如何细致的调配浓度有关。听到小树蛙的回答，狐狸猫又疑惑，都说加入酸会增加水里的氢离子，那纯水里面本来就有离子吗？小树蛙提出可以把水放大来看看，从水的放大画面能看到氢离子与氢氧根离子。狐狸猫惊叹，原来水分子本来就会解离，但又觉得奇怪，水里明明有离子，为什么在之前的实验里水不会导电呢？荧幕前的你可以帮他们解答这个问题吗？小树蛙表示，这是因为离子含量很少的关系，才不够导电。狐狸猫恍然大悟，并想到酸碱值也是由水里的这些离子所决定。小树蛙给予肯定，但这里所说的浓度是一个新的浓度单位。跟着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认识吧。小树蛙解释，纯水中会有极少数解离的氢离子与氢氧根离子，但因为数量不够，所以不足以导电，需要电解质的帮助。我们之前学过溶液的浓度表示方法，有重量百分率浓度、体积百分率浓度。今天我们介绍一个新的浓度表示的方法，体积摩尔浓度，通常用于配置溶液浓度时使用。狐狸猫联想到之前学过的摩尔数，好奇两者是否相同。没错，这里的体积除了单位是公升以外，还有特别限定是1公升，所以1公升溶液中所含溶质的摩尔数，我们就称为体积摩尔浓度，单位是摩尔公升，又可以将单位简写成 m。 1摩尔浓度也就是1 m， 所以当我们想要调出1摩尔浓度的氢氧化钠水溶液时，也就是要让1公升的溶液里面的溶质是1摩尔的氢氧化钠。认识浓度之后，狐狸猫迫不及待想尝试调不同颜色的饮料，但它又不知道怎么做。小树蛙提醒，刚才喝饮料时可以发现有的地方比较酸，不同酸度的饮料会有不同的颜色。在进行不同酸度测试的实验前，狐狸猫问小树蛙，不同酸度的饮料会影响蝶豆花溶液的颜色，但是什么造成饮料中酸度不同呢？小树蛙问狐狸猫，还记得之前学过酸溶于水后会解离出氢离子吗？中性的水溶液代表水中的氢离子跟氢氧根离子浓度一样，平常水里就只有我们刚刚看到的氢离子跟氢氧根离子。聪明的狐狸猫立刻明白，中性的水溶液就是这两种离子浓度相同。接着小树蛙又提到在水里加入酸性物质，当水里的氢离子浓度比氢氧根离子更高，就可以改变这个平衡，这样的水溶液就称为酸性水溶液。狐狸猫举一反三，表示碱性水溶液就是指当水中的氢氧根离子浓度比氢离子浓度更高，这样的水溶液就称为碱性水溶液。了解酸碱浓度的关系后，我们已经知道饮料可以透过不同酸碱浓度溶液的调配而变得五颜六色，但还有个关键角色，
天然的酸碱指示剂等等，一起去认识它们吧。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一、常温的水会有极少的解离；二、体积摩尔浓度是指1公升溶液中所含溶质的摩尔数，简写成 m。三、酸碱值的强弱与离子浓度关系如画面所示。下图是蝶豆花遇到不同浓度的酸碱溶液时的颜色变化。如果想要调配一杯下蓝上粉的蝶豆花饮料，你会选用哪些材料呢？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哦。